因为我的座右铭其实就是活在当下，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很多人座右铭，也是很常很多人说的话。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也很难做到，因为我觉得人生就真的只有一次而已，没办法一直后悔我曾经想要或者是我本来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我没有做到，只能透过自己的能力去改变你原本想要的生活方式。当我从那些客人的嘴巴知道这个世界是长怎么样的时候，那我当然会觉得说，那我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迷惘的人很多，包括我们看不到的面向也很多。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出生地，所以当你在做这些事情，你该庆幸你还有你还有这些自由的空间。世界上很多面向是他们是每天赚的那些钱只能够吃一餐吃2餐而已。所以我觉得当你在抱怨这些同时，其实看看自己拥有的，你会知道其实自己其实现在很幸福。本节目由 ZOS 赞助播出。ZOS 软胖户不分长短1499。人生除了诉诉苦以外，我还可以带大家去吃喝玩乐哟，所以我就开了一个新的 IG 频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追踪起来，耶！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那今天喝什么呢？今天来出邦尼维尔推出17号大人饮品，那我们就干杯！人生啊！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这单元主要分享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的故事。我是你的人生好伙伴，我是小欧。Hello， 我是 King。那 King， 有没有发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两个今天挤在一起，今天同框。对，今天同框，观众一定会觉得奇怪，我们两个今天同框坐在这边，最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小琉球的一对夫妻。那麻烦他们帮我们跟观众打个招呼一下。我是5号，我是凯莉。5号，你是做什么的？我主业是民宿，小时候在高雄长大，妈妈那边就是小琉球人，然后搬去那边，然后开民宿这样。所以你是几岁的时候？16岁就跟别人不一样的童年，那时候就开了第一间民宿。人家还在打电动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开民宿了。对，你是什么超前部署的一件事情啊？主要是因为家庭因素啊，爸妈离婚嘛，然后爸爸欠一些债。如果我是做公务员或是做一些工作来说的话，是没办法去还清那些债务，所以我们只能透过创业，然后创造更多机会，然后才能去做这样子的改变。我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当初爸爸会负债，然后负债的金额？因为那时候听大人说是妈妈是担保人，然后爸爸就跑去大陆，也好一阵子没看过他了。实际上债务其实我们也不清楚到底多少，因为毕竟是大人的事情。然后我们做子女，当然就是帮忙分担一些，以我们能力可以做到的范围去帮忙。那时候小琉球的观光产业其实还没有很兴盛，算是一个赌注。如果有做起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还清这个债务。但如果做不起来，这个有可能就是会失败。那所以你今天来上频道，应该是就做起来啦，绝对是做起来。凯莉呢？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平面设计。是在小琉球吗？我其实在哪都可以，原本住台北。提到说你16岁就接触到这个民宿老板嘛，但是就算是家庭的因素在，你怎么会选择承受这个压力？因为毕竟16岁那个时候，大家真的都是想要玩乐嘛，你却决定要去接受这个挑战，还是去当老板，又不是当员工的状况。因为那时候算有亲戚，他原本就从事这个行业，然后他也跟妈妈说，好像不错，这是一个可以发展性的工作，因为我比较可以跟别人交流，我也可以跟别人社交，因为我底下还有一个妹妹，妹妹比较没办法，所以这个重担当然就是放在我身上。后面就觉得试试看，因为我也对自己的未来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不喜欢读书，所以就是可以接触看看，说不定我有做出我刚好我自己想要的兴趣。那我比较好奇是16岁的那个民宿是妈妈跟你一起开吗？还是就你自己开？那个时期其实就是跟一些亲朋好友先借一些钱，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再用那个房子去贷款，然后才有这间民宿。妈妈她原本就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她不会去干涉民宿太多。但因为那时候我也未成年嘛，所以基本上很多一些主导权还是要尊重妈妈。可是所有全权经营都是我去跟客人交涉啊，或者是准备客人需要的东西啊，或者是接待客人啊，整理房屋啊等等。这很酷哎。对啊，那比如说，我觉得经营一个东西其实是需要有一些 know how 或者是相关背景。对，那你在一个
16岁可能都还是懵懵懂懂的情形之下，你怎么去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样去经营一个品牌？其实完全不懂，因为很多就像你说的，其实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些背景，或者是有人会教你。但因为我是自己探索的，我妈的个性是属于那种人家讲的江湖味很重，她讲话就是3句一定会带一个脏字，不管是认识的，即便是自己的家人，她也是这样讲话的方式。因为她之前就是在卖衣服啊，所以她讲话就非常有个性。例如她卖衣服，这件衣服就是卖不出去，滞销了，大部分人应该会想尽办法把这件衣服卖掉，会讲一些好听话。可是我妈不会，那么胖你不适合，就是会讲很直接这样。对对对对，就是我妈的个性是属于这一种，对她也没办法很快速的教育我说，经营民宿怎么经营，你要怎么跟客人讲话，你要怎么跟客人分享，你要怎么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这些都是自己去探索跟摸索。那你不会模仿妈妈的方式来对待客人？曾经有想过但好像有点难。我们不会把自己当作是服务业，我们是旅宿业。那其实在跟客人互动来说，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他们来我们家玩，那我把我们的家我觉得好的地方跟他说，然后他就会有兴趣，然后再带其他朋友来玩。那16岁之前有打过工吗？饮料店也是亲戚开的啦，就是帮我们摇个饮料这样子。等于是其实有打工的经验，可是一份正职的工作其实就创业去了。比如说你16岁到小琉球去，那在这之前有去过吗？有，因为我从小有印象的时候，我在那边读了国小跟幼稚园。国小2年级我就离开小琉球去高雄，因为妈妈也是希望说我有好的资源可以读书，乡下地方比较没什么资源，所以她就希望我去高雄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高雄读书。那时候还很极力推荐我去学英文也好啊，或者是考一些不错的学校，以后未来说不定有好的工作机会。所以那时候他还有让我去补习，对，然后补习是要坐船的，补习班要坐船去东港，读完之后再回来这样。可是他觉得这样子很辛苦，然后还希望说我有个很好的读书环境。那后来英文学得如何呢？我超烂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外国人就打电话过来说，Can you speak English？ 我说 No。那时候我就顿时觉得说，哇，我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然后那时候才奋发图强学英文这样子。那现在有还 OK， 还 OK 啊，所以现在英文能力就还好。你叫我写跟读，我真的没办法。但是你如果说聊聊天啊、听啊，这些都 OK， 找到自己的方式学习，就是不是透过课本的方式。这种听起来好像就是人生一定要遇到一些挫折。对对对，我觉得那句电话就是让我觉得我一定要学英文。你从开始到现在，一定有很多的细碎的这些过程，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你过程做了哪些的改变，或者遇到哪些挫折？因为我觉得在16岁你还没有历经社会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客人会看你年纪那么小，他们就会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反正看你年纪小就会要你干嘛干嘛，做一些你觉得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的事情。很多客人他们在提出这些要求的时候，你当下你也不会觉得不合理，然后你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跟客人的讲解上面就一定会有一些弱势，因为你没有经历过社会，所以就变成你在做这些事情上面，你只能是允许羽球的方式。比如说你们那时候到小琉球去买了房子嘛，买来的物件就本身就是民宿吗？不是不是，它是一个老房子。因为在小琉球那时候的房价，如果是放在16年前，其实那时候算蛮贵的。那怎么把它变成民宿的？妈妈是先把它买下来，然后买下来再是用这个房子去银行贷款的一笔钱，然后再下去装潢这样。比如说你们的民宿的名字是谁想的？这个其实在小琉球做生意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方式，他们选超多名字，然后小琉球会有很多庙，他们就会问神明，然后小琉球很信奉就是观音，他们就会选了很多名字放在前面，然后一个一个卜卦，观音妈就是说这个东西这是你的名字，所以那个名字等于是神明决定的，其实也不是你决定的。对对对，你们只是负责把这些想要的名字都写出来。对，我们就有可能你觉得名字是什么？大家选好几个名字之后，然后再用这些去问这样。帮观众问一下，那你的民宿的名字叫什么？珊瑚假期。其实听起来还不错啦，因为你要想到，其实后面自己再去跟客人介绍的时候，你也不会去跟他讲到这一趴。那你怎么决定这个民宿的装潢风格各方面的？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参与，那个应该是妈妈决定的。对对对，因为那时候他也没有决定什么，因为他也不懂，但他就是很喜欢看，那时候很流行那种日本房屋大改造，找了一个风格蛮像的设计师。所以你们的民宿是比较偏向日式的风格？几年前是啊，可是后面我们在2次装潢，所以这次的装潢就是我有参与，所以就是完全就是我想要的，就变成你的样子。对对对。你当初16岁，逼不得已到小琉球，那你当下的心境，你会觉得不舒服吗？其实那时候小时候都不太懂，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是长大之后就听阿姨他们说。那因为毕竟在离岛生活会跟本岛生活不同，完全不一样。那会当下其实会不习惯吗？会，
因为其实有时候像你接触客人多，然后客人就开始分享他们的经历，例如说他们大学生会夜唱啊、去联谊啊什么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那好奇16岁去那边有交到女朋友吗？那个女朋友其实就是国中就在一起了，然后到我搬去小琉球还是有交往。他是从高雄去找你？我觉得在未成年的情况下，应该都是经济不允许。你说花个1-2千块，其实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应该算蛮多的。对，所以都是有空的时候我们约在高雄见面什么。那个时候你在16岁面对到这些问题，你觉得心中多多少会有一些你没有经历过的生活？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自己的这个感受？因为在小琉球那时候其实都没有什么年轻人，那你说在那边工作的年轻人也都没有，因为那边外移人口其实蛮多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小琉球就是一个渔村社会，没什么发展的机会。读到大学或读到高中，他们就会出去外面找工作，在那边的话就会变得非常无聊。其实有时候就会很向往在都市生活的感觉。听到客人他们分享，例如说去了哪些地方，去了哪些地方，自己都很想去看看。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现在的身份好像不允许我这么做，因为我现在只能先把民宿给顾好，然后等到后面有能力之后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开店是这样子的，在初期前期其实都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嘛，有叫什么名字啊，我想装潢什么风格啊，到正式开始营业一定得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客人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因为那时候我亲戚在那边工作嘛，他们就是例如说他们客满，他们就丢一些客人过来。因为那时候我创业的时候，小琉球民宿不多，大概40间而已。40间叫不多，你要听听看现在的数字，现在500间现在500 500间也太多了吧？是啊，是啊，所以它其实它的上升率其实超高。那我们就接到一些自己的客人，然后我们做的不错，然后再慢慢的带来更多客人。然后那时候刚盛行 Facebook， 然后那时候刚好 Facebook 就是有一些粉丝团啊，或者是我自己去经营社群，分享一些照片这边的自然景观，然后就吸引到一些客人，然后慢慢的就把它做起来。这样经营的另外一个层面是，比如说会制定一些流程啊，那这些都是你自己发想出来的吗？对，就是自己去摸索。那你做任何产业一定会有淡旺季，那淡季的时候就会跑去别的民宿看一看，就是学习嘛，因为好的地方一定会学习。那时候有尝试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一些你觉得很有趣的故事吗？因为我对于行销这个策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设计，后面我没有做什么很特别很厉害的事情，都是我觉得是真情。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多棒，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其实吸引到算是一波忠实的粉丝。曾经蛮疯狂的，我有一组客人在那个时期是大学生，那时候他们去小琉球玩的时候，2个月去了5次，然后我们就打电话，有没有房间？他们想要到，我好，然后算是吸引了一波这样子的客人，就是我觉得算主顾客，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分享一些他们的照片啊，他们去玩哪里玩啊，然后就很舒服的生活模式。例如说我们会带早餐去海边吃，对，或者是说我们中午没事就拿1箱啤酒去海边喝酒，带有一个小音响这样子，这原本就是我们的生活模式，然后去吸引到你们也想参与这样的生活模式的人。所以凯莉你是这样子被吸引来的吗？我跟我前男友一起去的，你跟你前男友跟你前男友一起去的我跟我前男友去住他的民宿认识他的。这个渊源其实要回溯一下，我们有共同的朋友，算喝酒认识的，他就刚好他前男友就是要来小琉球玩，他还没有来过嘛，然后就问我那个朋友，我朋友就 pass 给我这样。那你当初怎么会想去小琉球？那时候很爱潜水，就那时候就想说可以去看这样。小琉球的潜水是很有名，就是你可以跟海龟一起游泳。对，那时候跟男朋友一起去，那怎么会后来就在一起了呢？没有，我们一开始其实就是普通朋友，没来电。他那时候跟我坦诚过，我那时候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小屁孩，对，所以他完全不会看上我。那时候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屁孩，就老板小屁孩。那你们怎么会交换联络方式？那时候开始有用 IG 了，开始互相追踪，对，就这样而已。从来没有任何私下约过。所以男朋友不会因为看到你追踪他的 IG 说，你怎么追踪他？他也有追踪啊，我们大家互相追踪对方了之后，然后回去过了大概一阵子，然后我就突然有一天发现，他把我的 IG 拿来退追他，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啊？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不喜欢这个人。他说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然后我就说完全没有啊，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互动，连讯息都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很不尊重我，所以我就把他再追踪回来。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联系上？那时候我自己有去旅行过，然后那时候我有去埃及，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哇，好像有一个朋友在这边当空服员，对，然后想到，好像是他，然后我就讯息他，他之前也是空服员，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在这边当空服员？他说对，他在隔壁而已，他在卡达这样飞过来，只要差不多不到1个小时，对，就是因为我会在那边自己1个月，所以都没
有什么台湾人，想说你要不要来玩这样子，在那种他乡遇到认识的人，会觉得很开心，至少有一个人可以一起玩这样子。然后后来也没有。然后第二次是我在非洲，那时候非洲纵走5个国家，然后到最后一个国家的时候，他突然讯息我，哦，因为我刚好飞那边。看冥冥之中就注定好。真的对，可是我们也没有见面，而且我们相隔距离大概就是不到1公里吧。那为什么凯莉你会知道他在非洲？因为我看到他的动态，然后我想说，哎，这个人是不是有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我只是以为他已经回台湾，然后我就想说问他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来过这？他说我在这啊。他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会回答这个问题。对，对他也没想到哦，我们有可能会今天见面。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出去玩了一整天，然后回到饭店洗完澡、卸完妆，准备要再出去吃完晚餐、喝完酒，我就要回去睡觉。然后他传讯给我，超开心的。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就在旁边，然后我就说我等一下去约会。在非洲，其实我们整个旅程都是睡帐篷，所以你不会说带很好看的衣服啊，什么样都没有那种很正式的衣服。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把衣服全部都丢给那边的一些游民，因为你要走了嘛，所以开始减轻你的重量，所以我就把我所有 T 恤啊、衬衫啊一些该丢的丢，我就只留一件衬衫而已，穿得帅帅的，在泳池旁边等，因为青旅旁边有泳池，我坐在那边等。讯息传来的时候，我太累，我不去了。他说我就哇，原来是这样，好，真的耶，真的耶。然后就没有见面。他说有空我们在台湾可以见面。那时候当晚应该会觉得很 sad。多少啊，会觉得说，因为我已经旅行2个多月，因为你吃饭跟环境都不是你熟悉的。可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然后遇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人，你会很开心，你会觉得哇，终于可以好好跟别人聊聊天，可以聊一下近况什么，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可是你是完全没办法的。这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昨天刚好就是学到这个词，什么词？就是他在教人际关系到底怎么样拉近。其实有第一个条件就叫临近感。你刚刚讲的那个其实就是叫临近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遇到一个可能平常你们也没什么联系，平常也不怎么好，可是你只这个时候认识他，哇靠！我跟你讲，那个距离马上就拉近了，就是人还是会找大概有相似度或熟悉度的连结。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漂亮、很有气质，因为他之前留长头发，那时候就说哇，跟一个辣妹出去喝酒那种感觉。你当天没有约会成功，回去怎么跟他们讲？没有啊，他就看我坐在泳池，你不是要约会吗？我说没有，他放我鸟。那后来怎么会在一起？对啊，他那时候疫情，然后被留停，你有2个选择嘛，一就是待在原本的地方，二就是回来台湾，但他没有任何薪资，就是被留职停薪。然后那时候回来的时候，他刚好跟他前男友大吵架。我从非洲回来大概1月份，他放我鸟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络了。对，然后那时候觉得，他那时候当空服员都看他的照片啊，或者看他的动态，都觉得他过得很开心。然后那时候他就突然发了一些他跟他前男友的互骂那种东西，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就问他，他跟我讲了大概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要去绿岛，然后我就问他要不要去，然后他说好像也没不行，反正他就想要去散心那样子。非洲都没见面了，然后在台湾刚好大家都有机会，那时候疫情台湾还没有封嘛，对，然后他就说好，他要去。我那时候对他的印我也是象还是小屁孩，小屁孩不会发生任何事。因为我们从那一次离开之后。他有再去过1次小琉球，但我们也没有交集。这次就是我们第3次见面，我就订了一间住宿，然后就是分开睡这样子。然后后来到绿岛之后，我们发现相处过程当中其实都还蛮舒服的。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会让很多女生会有点距离感，因为我要接触客人太多。但凯莉就还好，她的工作其实要接触很多人，所以她的思想就不会那么的小女生。所以后面我们想，我们好像可以 dating 看看。对，这时候我们要听看女方的想法跟立场。我那时候去之前，我的朋友还跟我说，你要小心哦，不要这样子跟一个男生这样出去玩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然后一去发现，这个人跟我认识的那个人好像不太一样对嘛？通常都是用第一印象，都是对啊，对，长大了，比想象中的来的成熟多。成熟，对。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出国过，那时候认识他的经营民宿，只是经营民宿，因为我的所有的学习都是透过客人，然后从他们嘴巴知道外面的世界长怎么样，所以我自己出国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人，所以我才会有自己的经历，然后他才会看到我的经历。在认识他之后，我去了超多地方，做了很多疯狂的工作，自己用陆路的方式不搭飞机，横跨整个非洲5个国家，自己去了斐济，又去跟鲸鱼游泳等等，就是成长了蛮多，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就白日梦冒险王了。对，曾经都是听别人讲，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影响我很多，就是我
觉得我一定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们来回到刚刚的故事的原点，刚刚是讲男方的观点嘛，那我们想问问看凯莉看到他的改变是什么？他那时候就是沉稳很多，讲话谈吐看事情的观点都不一样。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有内涵，对吧？而且他又出国过这样子，然后蛮多共同话题。其实你那时候是跟男朋友分手了。对，因为一个心情抒发在社群，然后你也看到，因为这样子种下了一个良好的姻缘。对，我觉得其实也加上彼此有共同的话题，比如说你当空服员常飞，那你又因为了一部电影，然后到处去旅行，让自己变成，其实你也可以变成像这样子的人。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觉得你想去尝试这些东西？我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个性很叛逆，当很多人会跟我说那边没有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想自己去看看。然后，因为我想要去挑战我的极限在哪里，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不可以做到？我想要去体验看看那样的生活，因为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很冷门的国家，就是去不断的探索这样子，尝试那边的生活看看。所以我大部分旅行都会很长的时间。补偿你当初16岁没办法满足我觉得是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经营民宿的时候，会收到很多客人出国给我的明信片。对，然后就说这个地方很漂亮，什么你有机会一定要来，纽约什么什么什么的，他看了什么东西，我就哇，我也很想去。我们两个在结婚后，我们两个就有出去旅行一阵子，多久？出国1年。对，我们就说我们是蜜月旅行。我刚刚听来，现在才2024年，所以他们2020年开始去绿岛的之后，为什么这么快就结婚了？因为我本来就想要结婚，我是一个很想要结婚的人。然后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觉得，我们如果没有打算要分开的情况下，那结婚好像没差。因为我有跟他讲过，我会想为什么想要结婚？因为如果我们两个交往很久了，哪一天如果突然我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因为如果你一直跟着我在小琉球生活的，应该说女生其实牺牲她原本的生活，可是到了一个完全不属于她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因为她牺牲了所有东西，不管是她原本的生活圈，或者是原本的朋友圈，她牺牲了所有到那个地方。可是那个民宿本来就是我的，我也没办法说我过户给她。但如果我们两个要结婚的话，其实那是共同财产，对，所以对我来说，这是对她是一个保障。有一天就起床吧，我就还是我们3月1号去登记，她就说好啊，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我就说我们3月1号登记。他说：“你想好就好。”对，然后换他妈就跟他说：“你想好就好了。”那我们两个就真的去登记了，而且那时候我们的双方家长还没见面，我就在228求婚，然后就去登记了。可不可以聊聊凯莉你的心情？当初怎么会想要去小琉球一起工作？就这一段的故事心路历程，可以帮我们聊一下吗？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住在离岛，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很高的建筑物，然后有海边，天气很好，这样约会的时候就会比较常去小琉球住嘛，然后就觉得生活起来很舒服，步调我也很喜欢，然后就想说好像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就有搬去那边住了1年，可能就是台北生活太久了吧，又不喜欢下雨天，所以就觉得很适合我。就像我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决定好，就是我有一天如果可以不用再为金钱烦恼，我在哪里工作都无所谓的情形之下，我一定要搬去泰国住。我那时候想搬去其实就是帕泰亚，就是每天可以就穿着拖鞋出门，也没有人管你啊，短裤，然后就是找个酒吧就可以坐在那边，就是你总会有一个你觉得你向往的生活。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讲过，其实爱情就不是那种柴米油盐，还是要有生活一部分。因为我们还是会固定出去旅行，我们不会一直待在小琉球，因为我也是关不住的人。尝试过旅行那种爽度，因为对我们来说，小琉球是一个很安逸的地方，但我们还是偶尔会想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模式，所以我就会跟他说，我们其实会安排一个时间点，例如说淡季没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去旅行，这是我给他的承诺了。你真的是好会过生活哦。所以我们两个后面有自己回想过，我们其实没办法像你有5天假，就是把5天假的行程排满那一种。我们要出去就是1个月以上，然后我们有可能待在一个城市，然后啥事都不做，早上起来就跟在台湾生活不是一样，但只是换一个环境生活而已。所以对我们来说，旅行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跟我老婆也很喜欢去旅游，但是我们一次出国都是半个月。我为什么会去出国这么久？我有个自己的想法，就跟你一样，就是我认为，就是说你今天去一个地方，然后你因为旅游的关系，你一直迁移，你是很难去体验当地人的文化。对，我觉得文化是你需要长时间在当地去享受当地人的生活，你才能感受到这件事情的。你无法只是去那边玩个几天，你就能够感受到，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色，是，而那个特色是你真的只有长居下来，比如说当地人吃什么早餐，你就在那个时间点跟他一起吃，跟他们聊聊天，然后看看他们到底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很好玩的事情在。对接下来的生活有什么规划吗？小琉球会有一个很大的盛事，就是迎王祭，在9月的时候。它有点像，就是如果讲出来比较大家知道，应该就是像大甲妈祖绕境，到年底，然后可能会安排一个小旅行，这样大家出去体验一下人生这样子。因为他之前空服员都比较漂亮，当背包客就比较辛苦这样子，所有东西都要扛着，可能没地方睡，我们就要搭帐篷睡路边这样。所以凯莉，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你觉得是喜欢的？我觉得蛮爽的。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活法，就可能不同的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你觉得换一种感觉生活看看。之前有时候就会很担心他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旅行模式，因为这毕竟是高强度的。像我出国就要背很重的东西，要背摄影器材啊、电脑啊、衣服啊、帐篷啊、睡袋等等。他也是需要带一些保养品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把他保养品变极简化。慢慢的，他好像可以找到一部分就是他舒服的方式去旅行。对他来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过，他从来没想说我们今天有一餐没一餐要睡路边或者睡车站、睡在车上，偶尔没有饭吃这样子，然后要跟当地人混在一起，然后去一些你会觉得很危险的国家，这些都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应该说我影响他有一点点，就是让他会体验到，但旅途当中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去安抚他，不断的去照顾他。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我今天没有吃饭也没关系，我明天没有吃饭我也没关系，但他没办法，所以我那时候就要包包里面还要放一大堆饼干，就是他熟悉的饼干，他可接受的。你们两个是一个很像的人，从刚刚我们聊天到现在，我会觉得你们两个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让我比较大的感触，其实是我这几天其实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其实有讲到一个东西，不管上天在此时此刻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对你来讲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有时候我觉得人有时候是那些噩耗来临的时候，他选择他不愿意面对跟接受。可是有时候我常常讲，就是顺着走，往往有可能最后得到的东西是最美好的。今天听完你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好羡慕你，你自己这样子可以决定你自己的生活之后，你也决定你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跟变成什么样的人。比如你以前常听客人跟你分享他去哪里旅行，去哪里旅游，一般的人也只会羡慕而已啊，然后就会抱怨说啊，那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为什么只能在小岛里面继续这样工作？他没有想到的是，像小欧常常讲，其实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命运的。是你自己想要跟不想要。那我觉得很开心是看到你决定你想要变成像他们这样子的人，而且你也非常落实跟去执行这一个部分。那甚至你的生活体验可能比大部分的人都好。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为了生活而过生活，不是为了自己在过生活。因为我的座右铭其实就是活在当下，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很多人座右铭，也是很长很多人说的话。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也很难做到，因为我觉得人生就真的只有一次而已，没办法一直后悔我曾经想要或者是我本来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我没有做到，只能透过自己的能力去改变你原本想要的生活方式。当我从那些客人的嘴巴知道这个世界是长怎么样的时候，那我当然会觉得说，那我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迷惘的人很多，包括我们看不到的面向也很多。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出生地，所以当你在做这些事情，你该庆幸你还有你还有这些自由的空间。世界上很多面向是他们是每天赚的那些钱只能够吃一餐吃2餐而已。所以我觉得当你在抱怨这些同时，其实看看自己拥有的，就会知道其实自己其实现在很幸福。那凯莉呢？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给我们观众？当我还在都市打拼，在这边当社畜的时候，真的开始尝试改变一些生活的方法。就像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辞职，然后去加拿大找我妹，我就去那边生活了大概3个月。回到台湾其实是一无所有，因为把钱都花光了，归零状态。然后那时候就是一个 sign， 然后我就去参加了面试，所以我才考上了空服。然后考上空服之后，我就硬着头皮出国工作。一开始其实很不适应。过了那个期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以前以为自己没办法做到的，就你真的尝试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到底可行还是不可行。做到这些事之后，自己的自信就会提升，接着你就会开始尝试更多新的东西。再来就是你会更顺应着每天发生的不同的事情去生活，适应它，接受它之后，你就会得到更多你想不到的结果。就即便不是大富大贵了，但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很知足。就是我朋友都看我们说，哇，你们两个超极简生活，无欲无求。起床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喝一杯咖啡，一天的开始，然后属于自己的me time这样子。客人来了，然后接一下客人，然后跟客人介绍一下环境，然后你又想到，哇，我今天又多
1-2个朋友了。其实我们常常都羡慕别人有的东西，蛮多人就是因为现在社群媒体也发达，对，每天在看着这些大量的资讯，一下羡慕这个，一下羡慕那个。可是往往大部分人都忽略一个东西是，其实你已经拥有很多了。对，很多人只会看到他们失去跟他们没有的。他们不会看到他们现在拥有的，这也是我一直觉得现在社群太泛滥的原因，反倒让大家好像都失去了自己了。你的生活好像都是为了别人在活，你在没有自己的情形之下，那你这样真的开心吗？这也是我一直觉得，今天从你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那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民宿打在下面的资讯栏嘛？对，我们的2位主人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吗？你要说特色吗？因为我们没有海景。说设计吗？那个设计也大概10几年了。然后因为我觉得是氛围吧，还有我们很长期会去找路人讲话，看到很多外国人会在我们家前面，因为我们对面是邮局，他们在 ATM 领钱。邮局其实外国人他们的卡基本上都是没办法用的，他们用银行，邮局他们没办法领款。然后我就问说 What's up, man？ 我就问他Do you need help？然后我就说 Yeah, my car is not working 怎么的，我就跟他说我又帮他这样子，然后就认识一个朋友，或者他是西班牙人，我很常遇到。就是有时候遇到一些西班牙客人，habla español 这样子，然后就跟他聊一下天这样子，然后他说哦，你也会讲话，我说不记得这样子，然后就是会很常搭讪路人，客人会觉得我们很热情，然后我们这边很有氛围感，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然后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再精致的装潢，每一间民宿都可以抠笔，但是他们没办法照我们的生活方式，照我们的就是所有的行为去面对每个客人，这个是最无可取代的。对，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做《原子习惯》。原子习惯它其实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套用在你身上是很受用的。它其实某种程度就像刚刚讲的，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就活得像他怎么样。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喜欢看画展的一个同事，那当然向往就是他有办法去开一间自己的一个画展。他就问我说：“有什么方法可以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在？”我说：“其实像变成这样的人，其实不难啊。第一个，你喜欢看画展，那你真的想要成为画展人，第一件事情，你也认识这些画展的联络方式，先去打工嘛，先去体验一下怎么去策划一个画展，可能先从一个打工的方式，然后从一个小的策划的展场策办一下你自己的一个展场，可能从1场变10场。那当你变到100场的时候，你可能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你会活出像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自然就会变成像这样的人在。等于说你验证了书中在讲的一件事情在。我觉得就是奉劝给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过一个生活，那你不妨去看一下，尝试自己去体验一下这样的生活 ，maybe 你会活出一个自己想要过的一个生活在。花 Fuck Life， 看有面对人生觉得是勇下，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